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3种拖延症类型，你属于哪一种？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拖延的问题，比如说吃过饭不想刷碗，把碗一直堆放在那儿，等到下一次做饭前才刷。再比如接到一个任务很不想做，看到它就烦，所以就把它先搁置着。还有因为想把所有东西准备好才开始，但总是差一点，所以也一直拖着没有行动。拖延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，意思是推至明天。根据上面的例子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，拖延行为往往有3个特征。第一是自愿，拖延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受其他人胁迫才导致的。第二是逃避，你可能是逃避那个任务的难度，也可能是逃避不完美，尽管那件事可能很必要或者很紧急，出于逃避心理，你也会找各种理由让自己不去做。第三是非理性，你理智上知道自己该做了，可非得等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开始，这是非理性行为。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把拖延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是完美主义型拖延，这类型的人奉行的是要么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所以在他们开始做之前会花大量时间准备。比如说他们制定了健身计划，他们会先研究哪种健身更适合自己，优缺点各是什么，可能每天都会通过多渠道去比较，然后还要购买相关的器材，器材到了试用一下发现有问题，比如不好用，放在家里碍事，或者影响周围的邻居等等，那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又会从头开始制定。总是在计划，永远觉得还不够，这就是完美主义型拖延的人经常会做的事。对于这一类型的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养成马上去做的习惯。说要健身，那今天下班就可以去跑步，等真正做了的时候，拖延自然就会消失。你要深刻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，也没有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刻。第二种是消极抵抗型拖延，这种其实属于被动攻击，他们不会明确拒绝和反抗，可能也是拒绝或反抗不了，于是选择用拖延这种方式来表达。比如老板给你布置任务了，这个任务在你看来很没有意义，纯粹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它还很琐碎很复杂，不是一下子能做完的，那你当然就会拖了。再比如做家务，你可能会想，怎么总是我在做，他怎么不做？于是坐等看对方知不知道主动做，但最后往往会发现任务还是在你头上，你还是得做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有的任务可能确实不属于你，那就把它丢出去，用我手上还有一个项目，如果现在忙这个的话，那个项目就要暂停一下，或者我已经做了饭，现在该你洗碗了。但是该属于你的你逃避不了，那不如早做完早了事。对此你可以详细的把这个任务拆解开，把我要写报告细分成，现在我可以先花1个小时整理数据，然后再花3到4个小时根据这些数据把报告写出来。这样不仅让你清楚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做，也会弱化你完成任务的难度。最后一种是及时满足型拖延，这样的人往往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，他们做事如果不能即刻尝到甜头，就会选择拖延甚至放弃。比如学习某一种技能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中间可能会很艰难，也很枯燥，而且迟迟看不到结果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反正也就这样，做和没做都没差别，然后把今天要做的拖到明天，明天要做的拖到不知道哪一天。
对此，你可以养成一个微习惯，每天都做一点点，然后时间慢慢的向上加。比如说你要看书，那可以说今天我就看5分钟，5分钟的任务很容易完成，临睡前随便看看就能做到了。坚持1个礼拜，下个礼拜变成每天看10分钟。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你养成习惯，甚至还可能让你超额完成计划。不论是因为什么，希望大家都不要因为拖延影响工作和生活。今天的介绍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